一旦我们采用巧妙的方式支持苏格兰和北爱独立，那么不仅是英国的国体保不住，甚至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难保了。英国还是英国吗？还有能力和精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反制英国支持台独的最强手段就是助力苏格兰和北爱独立。我们都知道，英国是美国的最铁跟班，在干涉台海这个中国的主权和内政问题上，英国的积极态度仅次于美日。而日前结束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，居然非常猖狂地发表若干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，其中最核心的是，他们明目张胆地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。英国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也是第三角色，其积极程度与美日有得一拼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英国首相苏纳克去年12月才就任38天，在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时居然说，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，以贸易促变革的天真想法已经结束。足见英国政府过去与中国开展贸易的目的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，更是为了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。我早就说过，反制英国支持台独分裂势力，我们有比英国还要有利得多的手段。一是对阿根廷进行大力的军事援助，助力阿根廷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；二是助力苏格兰、北爱尔兰、威尔士的独立运动，让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，今日的日落西山国变成一个不见天日国。看他还有什么能力和精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，怎么跟着美国对抗中国，助力英国分裂，当下就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。10多天前，新上任的苏格兰首席大臣优素福发表了一个被广泛忽视的誓言，他说要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拆散英国。上月底，苏格兰史上最年轻的首席大臣优素福正式宣誓就职。优素福在竞选期间曾经承诺，如果他成为首席大臣，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拆散英国。他还说，将考虑提前举行苏格兰议会选举，从而表明公众对独立的支持。优素福担任苏格兰议会议员的时间已经超过10年。早在20多岁时，他就被视为苏格兰独立运动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。从300多年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建立开始，苏格兰的反对派就一直坚持不懈地开展独立运动，一直没有成功。最近的一次独立公投是在2014年9月19日，计票结果公布，反对者占据 55.8%， 最终还是以不大的优势将苏格兰留在了英国。但是随着新冠疫情爆发，英国政府把苏格兰当成二等地区对待的政策，引发了苏格兰民众的广泛不满，独立呼声空前高涨。苏格兰地方政府前首席大臣斯特金曾经宣布，他领导的政府计划在2023年10月19日举行第2次苏格兰独立公投。斯特金在2月份辞职之后，新上任的优素福是一个更加坚定的脱英人物，历来的主张就是苏格兰独立。很显然，他不仅会继续推进苏格兰独立运动，而且力度将会更大。至于北爱尔兰的独立运动，那更是一浪高过一浪，甚至还有武装独立组织。一旦我们采取巧妙的方式支持苏格兰和北爱独立，那么不仅是英国的国体保不住，甚至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难保了。英国还是英国吗？还有能力和精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吗？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